朋友们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现在 AI 可以生成角色一致的白板动画了，主角、动作、场景，甚至影片片段里的云朵、蝴蝶、盆栽、地毯，都可以通过输入文本生成出来。而且风格非常多样，包括涂鸦、线条艺术、草图、手绘等等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今天还会分享给大家，怎么样让白板动画的主角和背景色调统一，怎么样协调素描时长和颜色填充时间，让整个动画看起来自然顺畅。并且我还会教大家搭配生动逼真的中文 AI 配音。小林在客厅里画画，这是他的爱好。傍晚，他和家人一起玩游戏，欢笑不断。只要认真看完本期影片，你就能知道怎么样做出特定主角场景的白板动画了。先给我点点关注，马上带你上车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个白板故事的内容和场景。今天介绍一个 GPT 关于角色一致性的提示词生成的小应用。点击一下左上方边栏，打开之后点击这个探索 GPT， 在中间输入 Consistent Character， 点击选择第一个，这是专门生成一致角色不同姿势、表情、场景的 GPT 应用。点击下面开始聊天按钮，点击一下左上角把边栏收起来，在输入框里面把我们的要求填写出来，帮我创建一个100字的白板动画故事。故事主角的名字是小林，故事内容是小林在家度过愉快的周末。再根据故事内容提供5个场景和动作的提示词，点击右边发送。OK， 还需要让它提供小林的外貌衣着描述，25岁，棕色头发。GPT 呢就会完善小林的详细信息了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让 GPT 补充上面5个场景中小林的衣着外貌描述。比如第5个场景，小林在床上看书，那小林的衣着我们就可以设置为穿着睡衣，跟前面的场景不一样。整理挑选好我们需要用到的信息，复制粘贴到文档里面。故事内容可以用作白板动画的旁白，场景和动作提示词就用来生成动画片段。OK， 现在可以开始创建白板动画了。打开 Canva 网站，相关链接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右上角点击登录，登录成功，来到主页面。这次我创建一个竖屏的白板动画吧，点击你的快拍，创建空白画布，跳转到编辑面板，光标来到最左边，点击一下应用，在搜索实用工具栏这里输入魔力素材生成器。底下是搜索结果，点击一下第一个应用。这个生成器它可以生成图片、插画还有视频，可以把它理解为文本生成图片的一个 AI 工具。但最厉害的是，它可以生成不同风格的 AI 插画，而且也能做到不同场景中角色保持一致。下面我先用这个魔力素材生成器生成场景图，后面再把场景图转换为白板动画，点击插画。然后在输入框里面把文档里的场景1提示词复制一下，粘贴过来。OK， 生成一个小林在厨房里吃早餐的插画。下面风格旁边点击查看更多，有涂鸦、贴纸、单线、草图、线条艺术，还有底下的手绘、厚涂颜料、几何等等，非常多的风格可以生成。选择手绘风格，然后点击下面的生成插画按钮，可以看到会生成4张插画。OK， 第3张不错，把光标移动到图片上，然后拉到中间的空白画布这里，调整好它的大小和位置。可以看到呢，画布空白的地方同样可以生成插画来填充。来到左边，点击一下返回按钮，在提示词输入框这里，同样复制刚刚场景1的提示词，然后删除掉多余的信息。这次我只想生成厨房桌上摆满了美味的食物，作为一个背景的填充。OK， 风格同样是手绘，点击生成。
如果生成的结果不满意的话呢，点击返回按钮，重新输入，直接在提示词输入框这里输入厨房，然后风格是手绘，点击生成。OK， 这几张图都非常适合作为背景了。把图片拉到画布这里，调整好2张插画的相对位置。不协调的地方呢，可以直接裁剪掉。可以看到背景挡住了小林的脸，很简单，调整一下图层就 OK 了。右击图层，移到最前，这样小林就在最前面的图层上，就不会挡住他的脸了。OK， 左边的第4张图其实也不错，都可以拉到中间画布调整搭配看看效果。还有一个能让2张插画更搭的方法，就是调整2张图片，使用相接近的色相和饱和度。双击图片，左边自动出现了几个功能界面，可以裁剪和旋转图片。来到上面点击一下调整功能，往下拉来到颜色编辑这里，识别出了插画中有3种主要的颜色，橙色、蓝色和绿色。点击橙色，饱和度滚轮往左拉，能看到画布图片上橙色的桌面颜色就变浅了，滚轮往右拉，桌面颜色就变深了。往下还可以调整插画的亮度和纹理。再来看看特效功能，可以给插画添加滤镜和特效，在这里我就不添加。再来到画布这里，双击上面的插画，点击左上角的调整功能，往下拉，识别出来的第一个颜色就是整个图片里范围最大的，所以不用每个颜色都调整，拿最大范围的这一个颜色调色相和饱和度就 OK 了。因为前面一张图片是橙色为主的，所以这张的色相滚轮往左边橙色这里调，饱和度往右边橙色调，这样画布上下2张图片的色彩呢就会变得很和谐。一般白板动画的色彩都是很丰富饱满的，不会有空白的地方，所以还需要添加一个画布背景，把下面的图片往上拉，下面露出来空白的地方就是背景了。点击，然后来到左上方单击背景颜色，在左边图片色彩这里选择一个颜色作为背景颜色，单击之后整个画布就填充了橙色，非常好看。OK， 再把图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。第一个场景起床吃早餐就做好了，点击下面的添加页面，开始制作我们的第2个场景。点击左边的返回按钮，把文档中场景2的提示词复制粘贴过来。第2个场景呢，就是小林在花园里面给花浇水。OK， 风格同样是手绘，点击生成。生成的结果不满意，可以直接点击再次生成按钮。OK， 第4张图非常好看，把它拉到中间画布，调整好它的大小和位置。点击返回，继续添加插画，让整个场景丰富一些。很简单，把想要创建的内容填写在提示词输入框这里就可以了。比如花园、蓝天白云、蝴蝶，风格还是手绘。点击生成插画。我喜欢第4张插图，把它拉到画布这里。还有一种填充方法，就是把图片设定为背景，右击点击替换背景，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呢，就像云朵在远处，非常适合蓝天白云、高山湖泊这类远处的景色。OK， 点击下面的添加页面，开始创建第3个场景。左边点击返回，把文档第3个场景的提示词复制粘贴过来。小林在客厅里面画画，手绘风格，点击下面生成插画。第2张构图不错，把它拉到画布，调整好位置大小。比如我非常喜欢第2张插画，可以点击图片右上角的3个点，单击生成更多此类内容。在保留原图的基础上，系统会自动再生成3张同类插图。可以看到主角的姿势神态，桌子上的物品摆放都非常接近。有没有发现这个功能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提到的图生图功能？ OK， 点击返回，补充生成一些客厅元素，吊灯、壁画、窗户。同样方法生成后面的场景。
OK， 5个场景插图都做好了，躺在床上看书来结束愉快的周末。点击一下这个尖尖显示页面，可以看到5个场景图，然后再点击一下左下角的时长按钮。每个场景的动画时长默认是5秒钟。OK， 开始制作白板动画手绘的效果。来到页面最左边，点击一下应用，在搜索框这里把魔力素材生成器删掉，输入 SpeedPainter 快速绘画。OK， 在搜索结果这里点击一下第一个，这是一个创建快速动画的应用，点击蓝色的打开按钮。在这里需要上传图片来制作快速绘画视频，也就是创建白板动画了。那我们现在就需要先把5个场景图片下载下来。来到时间轴，点击第一个场景画面，光标把2张插画全部框选中，然后右击点击最下面的下载选项，弹出的下载选项框里面文件类型呢就选择 PNG 格式。把2张插画下载保存为1张 PNG 图片，点击蓝色的下载按钮。OK， 下载好了之后，点击左边的 Choose File， 把刚刚下载的 PNG 图片呢导入进来，开始创建快速绘画视频。首先设定 Sketch Duration 素描时长，可以理解为画完整幅画所用到的时长。这里我选择1秒，因为我想要的效果是很快就把完整的图片展示出来，让观众进入到场景中，然后再慢慢进行涂色填充，也就是下面的 Color Fill Duration 颜色填充时长。我选择3秒。最下面的 Add Sketching Hand Effect 一定要勾选上，也就是会有一只手在绘画的效果，这是白板动画的标志了。OK， 点击下面 Generate 生成按钮，等待影片的生成。生成完成，点击 Add to Design， 动画就自动填充在画布上了。调整好动画的大小。OK， 点击下面播放按钮看看。OK， 暂停。有2个问题，第一个是4秒的动画完全替换掉了刚刚5秒的场景画面了，所以直到动画结束，第一个场景都是没有橙色背景出现的，就导致了第2个问题，转场到下一个场景的时候，因为背景不是同样橙色，所以影片的效果就不好看了。不过操作都是可以撤回的，光标来到页面上方，点击蓝色的撤回按钮，撤回几次，直到场景1画面是默认的5秒时长。然后把光标轴移动到大概场景12/3的位置上，右击选择分割页面，第一个场景就分成了2个片段了。再把光标轴移动到最前面，点击左边的蓝色按钮 Add to Design。动画填充在中间画布这里之后，调整好动画的大小位置，可以看到时间轴上动画就替换掉了第1个片段了。在2个片段中间加个转场，就会相当于场景1的结束，填充上了橙色的背景颜色。点击加号底下的添加转场按钮，左边弹出了转场的设置框，选择一个溶解的效果吧，单击一下。然后来到后面场景1和场景2的中间，同样点击添加转场，场景间的转换就用一个飞入的效果好了。OK， 光标轴来到最前面，点击播放看看效果。OK， 暂停。现在的效果就非常自然了。场景2是同样的做法，但因为云朵是作为背景的，所以框选的时候就没办法把云朵也选中。解决办法就是右击云朵，选择将图片与背景分离，调整到差不多的位置。挡住主角了，就右击把云朵的图层后移，然后就能成功的框选2张插图了。右击，选择下载选项。点击蓝色的下载按钮。OK， 场景2的图片下载好了，点击左边 Choose File， 把场景2的图片导入进来。素描时长同样设置为1秒，颜色填充时长是3秒。
点击下面 Generate 等待生成。在生成动画的时候，来到时间轴这里，把场景2同样分割成2个片段。动画生成好了，把光标轴移动到场景2的第一个片段这里，点击左边 Add to Design 按钮，调整动画填充整个画布。看不到画面的时候不好定位，就点击动画的时间轴，看到画面之后再根据画面来往右边移一点，这个位置就合适了。同样添加溶解转场，在下一个场景之前添加飞入转场。后面的动画制作也是同样的方法。OK， 白板动画就做好了。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个 AI 旁白，打开 Cliptron 网站，相关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它是微软的一款视频编辑工具，今天用到它的 AI 语音功能。点击右上角 Sign In 登录，来到首页，点击文字转语音，它支持80多种语言的逼真语音。OK， 单击一下旁边的试一试按钮，跳转到编辑面板，光标移动到左边，往下拉，单击选择文字转语音。在页面的右边可以设置语言和配音员，单击下拉框，可以看到这里支持非常多种方言，还有台湾普通话、粤语。我选择中文普通话，单击声音下拉框，可以选择不同的配音员，他们的发音都非常标准，后面播放给大家听一下就好了。选择小一吧，在文字输入框这里，把文档里的故事旁白复制粘贴过来，上面可以点击高级设置来设置配音员的情感，我选择温柔吧，声调和速度暂时不变，再点击一下高级设置，把它隐藏起来。OK， 最下面点击预览，大家听一下。小林在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，他早上起来享受。OK， 我们再换一个配音员来试听一下。小秋的，然后点击预览。小林在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。OK， 再来听听小韩的。小林在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。OK， 选择好配音员之后呢，点击右边的保存按钮，语音时间轴就填充在中间了。点击右上角导出按钮，这里导出的是视频格式，等一下我们再把视频转换为音频就 OK 了。OK， 打开 Cloud Carrot 网站，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把我们刚刚做好的配音文件导入进来，转换为音频文件 MP3， 点击红色的 Carrot 转换按钮。OK， 转换完成，点击绿色 Download 下载下来。回到 Carrot， 在最左边点击上传按钮，然后点击蓝色上传文件，把刚刚做好的音频文件导入进来，然后在时间轴定位到最前面，来到音频文件这里单击一下，就会自动添加了一条音频轴了。点击前面的播放按钮看看效果。小林在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，他早上起来享受了一顿美味的早餐。OK， 暂停。第一个吃早餐的场景呢，要到这个位置才结束，所以要把第一个场景的2个片段的时长都拉长一点。点击一下，可以直接在时间轴上调整它的时长，也可以在上面时间这里直接输入时长来调整。OK， 把光标移动到第一个场景，往后拉，最大呢是可以拉到4秒的样子。因为我们刚刚制作动画的时候的设置是素描时长1秒加上颜色填充3秒，所以动画的最大时长就是4秒，没有问题。点击播放按钮看看现在 OK 没有。小林在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，他早上起来享受了一顿美味的早餐。OK， 再把第2个片段调时间长一点，点击上面的时长按钮，把3.7秒改为4秒，然后点击一下旁边空白的地方。
OK， 就变成了4秒了。同样方法把后面的场景和旁白核对好。整个白板动画做好之后，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，然后点击下面的下载，文件类型选择 MP4 视频，然后点击蓝色的下载按钮，把影片下载下来。OK， 给大家展示一下成果。小林在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。他早上起来，享受了一顿美味的早餐。之后，他在花园里给花浇水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。午饭后，小林在客厅里画画，这是他的爱好。傍晚，他和家人一起玩游戏，欢笑不断。晚上，小林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，然后进入了甜美梦乡。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也想去试试，那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成果。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也有其他想了解的内容和方向，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当然，我也会继续分享最新的 AI 资讯以及相关应用教程和行业更新。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。我是小发，给我个关注吧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